无畏曲折迷离 ，K 姐奇探秘。大家好，我是 K 姐，欢迎回来。1947年发生的罗斯威尔事件，对很多 UFO 爱好者来说都不陌生。这是有史以来最著名也是最受争议的 UFO 事件。直到今天，罗斯威尔事件的真相依然存在着很多个版本。其中一个流传的最广的说法是，美国军方对公众隐瞒了真相。他们在暗地里收集了 UFO 的残骸，并对其进行了研究和复原，并最终掌握了它的工作原理。其实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早在1989年就有知情人士称自己因为生命遭到了威胁，才站出来曝光了美国政府在51区进行的一系列机密实验。而在近30年后的2018年，这位知情人士再一次现身，并透露了更多的细节。然而这次爆料更是让他引起了 FBI 的注意。那他究竟放出了什么猛料？美国是不是如他所说的掌握了外星技术呢？事情要从轰动世界的罗斯威尔事件说起。1947年7月5日，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罗斯威尔市西北地区的一片沙漠之中，一个不明物体坠落到了地球上。7月8日，美国军方公关部的军官瓦特韩特向当地的2家电视台和2家报社发布了新闻稿。接着，罗斯威尔市的《每日纪事报》于7月9日以头条新闻的形式发布了新闻稿。报道称，军方在本市发现了坠落的飞碟。然而奇怪的是，刚到第2天，官方的说法就变了。军方声明，公关部的负责人犯了个错误，该物体只是一个坠毁的气象气球罢了。但在60多年后，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解密了一份日期为1950年3月22日的备忘录。备忘录的主人公正是当时的联邦调查局 FBI 的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而这则备忘录的内容也很简短，备忘录里写着：我们找到的不是1个飞碟，而是3个。这则来自前 FBI 前局长的备忘录，是否证明了美国军方确实隐藏了坠毁的 UFO 呢？这其中又是否包括罗斯威尔事件中的 UFO 残骸呢？虽然美国政府在几十年来一直否认这类说法，但仍有一位知情人士主动站了出来，声称他曾亲眼目睹过事件的真相。这个人就是鲍勃·拉扎。由于他对美国51区附近的 S4 测试场的爆料，他成了一位极具争议性的物理学家。拉扎曾经在著名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过。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就是在这个实验室诞生的。1989年5月，拉扎公开了第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他声称，美国政府正在一个叫做51区的高度机密设施中进行实验。他承认，美国政府不仅在罗斯威尔发现了外星飞船，还对飞船进行了逆向工程研究，并最终在80年代的末期掌握了外星人的技术。拉扎之所以知道的那么清楚，其实是因为他本人就以工程师的身份参与过这次工程。据他介绍，他曾在位于内华达州的沙漠中，离51区不远的代号为 S4 的基地工作过。在那里，他和团队对外星飞船进行了逆向研究。首先，他曝光了51区的具体位置。据拉扎所说，这个高度机密的军事基地就位于拉斯维加斯西北部约150公里处的古鲁姆干湖附近。此外，51区还有一个更加机密的分支，代号为 S4， 就位于帕普斯山脉的南边深处。他声称，外星飞碟就是被美军隐藏在这里的。他还宣称，在 S4 看到过9个外星航天器，其中一个碟形的外星航天器被分配给了他。他还公开向媒体展示了自己了解的部分飞碟推进技术和技术细节。有人可能会问了，他为什么要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上呢？据他自己所说，他曾遭到过不明人士的恐吓和威胁，所以他必须站在聚光灯下来保护自己和家人。然而，拉扎关于51区的首次爆料得到的更多是负面的评价。当然，这是意料之中的事。试想，在1989年的时候，如果有人跟你说现在每一个人都拿着平板手机，相信也没有几个人会相信吧。当时公开站出来嘲笑攻击他的那些人，
都怀疑拉扎的动机，还认为所谓的51区纯粹就是他的幻想。直到2013年，根据信息自由法的要求，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不得不公开承认51区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但他们依然强烈地否认了51区与 UFO 或者外星人有任何的关系。当然，很多人并不买账了，因为我们知道已经有太多无法解释的 UFO 和外星人的事件了。2018年，距离第一次爆料已经过去了近30年。鲍勃·拉扎再次向纪录片的导演杰里米·科贝尔讲述了他的故事。他透露说，他在80年代末曝光51区的时候，除了想要保护自己和家人，其次他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告诉全世界的秘密。他要主动站出来，让全世界都知道51区的存在。不管人们相不相信他的故事，51区一直都在地图上，并且永远不会消失。根据拉扎的描述，美国海军是通过他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工作才联系到他的。而拉扎之所以会被招募，就是因为他在粒子物理学和电子学方面的研究。拉扎到达51区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一个外星飞碟的运动推进系统进行研究，从而将外星的先进技术应用到军事当中。但最震撼的还不是他在30多年前第一个站出来曝光了51区，更让人惊掉下巴的是他对外星飞碟研究结果的爆料。拉扎也向人们揭示了他的研究成果。他介绍称，他负责研究的飞碟实际上是一艘跑车型飞碟，它的运动方式其实就是在它旁边造成一个极具方向性的重力场，并且让周围的空间扭曲。但这对地球人来说是一项违反物理规则、不可能实现的技术，因为使得这项技术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是一种尚未出现在元素周期表上的元素。拉扎神秘地称这种元素为115号元素。我们都知道，元素周期表是根据原子序列和电子排布，对所有已知化学元素进行排列的列表。在当时，总共只包含了109种元素。而拉扎声称，他在外星飞船上发现的115号元素能够作为飞船推进系统的燃料来源，从而使得星际旅行成为可能。如果115号元素确实存在，它就能作为确凿的证据，进一步证明美国政府隐藏并秘密研究了外星飞船。然而不幸的是，在拉扎接受了纪录片导演科贝尔采访的第2天，科贝尔就从拉扎那里得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拉扎告诉他， FBI 联邦调查局向他出示了一份对他的业务的搜查令。 FBI 声称他们需要搜寻一份2年前的文件，这份文件与一位订购了潜在的有毒物质的客户有关。除了 FBI， 拉扎还受到了其他多个机构的调查，拉扎的生意也因此被搞得一团糟。科贝尔认为，拉扎的电话多半是遭到了政府的监听。虽然拉扎从未正面说明他的手里是否藏有和外星飞碟有关的东西，但从他曝光30多年以来，由于种种压力，他选择了不常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但在2017年接受采访过后的第2天，他就遭到了 FBI 的调查，未免有些太过于巧合。还有更奇怪的是， FBI 其实通常不会兴师动众地去到一个民营店搜寻一份2年前的文件的。在美国的程序通常就是打个电话或者发个邮件索取，如此在没有打招呼就前去搜索，在我看来更像是以搜查文件为由，实则是在找寻什么更重要的东西。那是不是和115号元素相关呢？又或者是什么飞碟残留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而对于更广大的公众来说，更让人关心的问题是，如果115号元素真的存在，它会对人类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一些科学家认为，如果美国政府真的掌握了外星飞船的技术，它很可能会带来人类意想不到的技术飞跃，比如星际穿越。事实上，在2003年，俄罗斯和美国的科学家就曾在俄罗斯的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做过相关的实验。他们向95号元素发射了一束钙原子。95号元素是粒子加速器内一种人工合成的、具有很强放射性的元素，二者碰撞就能产生最重的原子，
也就是已经观测到的115号元素。由于这种元素高度的不稳定，它以稳定形式存在的时间只有几分之一秒，然后就会分解成放射性碎片。一些物理学家认为，如果他们能制造出这种新元素的稳定形式，就可以利用它来制造核能，甚至比我们现在用在原子能工业的重要原料钚还更加高效。等到115号元素的稳定形式出现的那天，人类居住的世界将会立即被改变，并会对人类的意识造成冲击。如今，这115号元素被添加到元素周期表已经成为了事实，而科学家们也已经在推测它可以怎样用于太空旅行。但仍然有人会问这样一个问题：115号元素真的是从坠毁的外星飞船上被人类偶然发现的吗？还是说它的出现是外星人出于某种原因主动赋予人类的呢？如果51区和115号元素是真实存在的，那鲍勃拉扎所爆料的别的信息也是否是真的呢？